张广，这阿姨谁啊？可吓人了。就一个无家可归的阿姨吧。无家可归，那还真可怜。要不让她进来吧？要是有一天咱俩也无家可归了怎么办？我不会无家可归的，只要跟着你，哪都是家。行啊你啊，现在挺会说的。都电视剧里学来的。你上回看到这个地方还哭了呢。写作业去吧你啊。好。想吃什么？肉。行，我就给你露两手啊，红烧肉。哎，别光吃肉啊，吃点青菜，这样的话才能营养均衡，才能长得像你爸爸这么高这么帅，懂吧？小马，那楚阿姨还在吗？要不然进来也一起吃。阿姨啊，是不会进来的。为什么呀？又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待会儿啊，你吃完饭之后，你把这个给阿姨送出去。那我现在就去吧，省得凉了。阿姨，你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娇姐姐，你不是刚说过了吗？姐姐不饿，谢谢啊。那，你是在减肥吗？你觉得我胖吗？我哪里胖啦？你一点也不胖，我妈妈也不胖，还整天不吃饭，说自己减肥。她还说减肥是一个女人这辈子都在做的事儿，不管是胖还是瘦。都这么晚了，你妈怎么还不下班啊？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婚了，他们不住在一起。哦，那你怎么不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啊？我妈妈又结婚了，她有人照顾，可是张母没有，所以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。阿姨，你没有家吗？我爸爸说你是个无家可归的人。原来你爸是这么跟你说的呀？我有家，这就是我的家。阿姨，我不明白。不明白没关系，你去问问你爸，你爸明白。那你吃一口啊。我不饿，谢谢啊。我一点都不饿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看你这吃相，你也真是别具一格呀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应景儿。哦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住得起金茂顶层，咽得下烤串啤酒，撑得起原来假货，开得了奔驰名车。你这话哪儿听来的？网上啊？怎么了？没事。
这是离婚，又不是结婚，用得着吃这么开心吗？当然开心了，你不开心啊？从今以后我变成单身贵族了，多开心啊！贵族，贵族就吃这个？总个屁呀！这个叫人生赢家的姿态，好吗？哎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住得了金茂顶层，咽得下烤串啤酒，撑得起原单假货，开得了奔驰名车，多牛啊！来，咱俩干一个，庆祝一下，我们变成单身贵族。也祭奠我们短暂的婚姻。干了啊！接着喝呀！来，快点来，干了啊！再来一瓶啤酒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手上那串放好久了，还吃不吃了？哦，你吃，别把你饿着。你今天可不对劲啊！自打那电话没接着，你就现在性发呆。那电话你前妻给你打的吧？你裙带也是送他的吧？你怎么这么八卦呀你？我用得着八卦吗？你都写脸上呢。发现你们这些离婚的人怎么都那么矫情啊？你们还有谁离婚了？我那特智慧的姐们儿啊也离了。不过至于什么原因，我就不适合说了。人家的私事拿出来当谈资，不好。不好。哎，你还惦记你前妻这事儿，他知道吗？那怎么说呀？婚都离了，我跟他说啊，我还惦记你，咱俩能重新开始吗？不行，再说了，这离婚这错也是我更没法跟他说。可你们还有联系呀，又打电话又送礼的，我觉得还能行。不是所有离婚的夫妻都有机会重新开始的。哎，神了哎！你说这话跟我那姐们一模一样，她也说过。我觉得你们俩真得认识认识，没准你们俩一拍即合，一见如故。要是真这样，姐妹我立马退出。拉倒吧，我自己前妻还没搞明白，我去搞别人前妻。哎，我这收藏指标里面可没有人妻这一项。你这土豆片怎么都吃完了？你再给你点点别的。我要吃肉筋和脑花，要肥的，要10串，谢谢。肥死！你妈还真是挺老奸巨猾的啊！你刚跟她提便宜点房租的事儿，她觉得你不对劲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过来人呐就是不一样。我妈这人可警觉了，自从我当时，那老黄脸说我不说。呀，这
这听你还有前科啊？怎么了？反正都是老黄历啊，翻出来说说呗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，补习班一实习老师，我跟老师关系特好。那会儿我哪能想着早恋这事儿啊？我妈就不信，非要说我跟老师谈恋爱，到学校闹去了，实习期没过，跟老师自己换地方了。所以你说我妈这，哎呀，我真是更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合着你这是姐弟恋专业户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我机会还挺大的呗。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，我喜欢的是那种端庄高雅型的，你这种妖娆妩媚的不适合我。你还别说，我以前呢还真端庄高雅过，而且呢和你初恋还是同行，也当过老师啊。不可能，就你，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放你这儿啊？不信啊？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呢，整天穿得跟修女似的，一跟人说话就脸红。不信我给你看照片。你说你个孩子唉声叹气的，怎么了？张总，你是不是认识人家？她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你是不是伤害人家了？你说你个小屁孩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？我问他家住哪儿，他说这就是他的家。他说只有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张萌，你要真伤害人家，你就去给人家道个歉嘛。你不经常教育我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吗？行了，爸爸知道了啊，快睡觉吧，明天早上起来上学呢。晚安。晚安。一大哥满嘴的烧烤味儿，谁还吃那么多了？哎，我已经好久没吃烧烤了，我这辈子吃的烧烤次数估计还没别人1星期吃的多呢。瞎说，上次吃的不是烧烤啊？加上上次一共也没几回。之前我爸妈不让我吃这个，说不干净。我知道不干净呀，可越好吃的东西就越不健康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你爸妈那是关心你，怕你吃坏了肚子。他们才不会关心我。谁说不会关心你啊？哪有父母不关心自己孩子的？你爸就是公。好了，我到了。今天太晚了，我就不请你上去坐了，回去开车注意安全。行，那我看你进去，你走。哎，你还会找我一起玩吗？当然了，说好了一起杀时间的。那走吧，哎，小心路。拜。哎，我怎么打不出来？哎，来了。玩游戏呢？冬天这么冷，地这么凉，坐椅子上吧。
子之交淡如水，没必要的小恩小惠，我就不用了吧。何小姐，虽然我们两个每次见面都挺不开心的啊，但最起码算认识。我就给你撂个底儿。你看我今年30多岁了，离过婚，还带个孩子，来上海打拼了10几年，连套房子也没挣下。我自己也知道，我这混的也挺不成功的。现在但凡是我一个人，我住哪儿都行，我住马路上，住地下通道里边都可以，但我还带个孩子呢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我受罪吧？所以现在我不能搬，我最起码在合约期满之前我不能搬走，你就别跟我耗着了。你不搬，我就不走。行。你要非不走，就上里边坐着吧，我给你弄点吃的，吃饱喝足了，好有劲儿给我扛着。你出来。扶我一下，腿麻了动不了。哎呦！还愣着干嘛？现在给我热饭呀！你说的没错，我得吃饱喝足了才有精神跟你斗。好。何大爷，何大爷，几点了？哎，肉蛋，肉蛋，你妈呢？肉蛋，你妈呢？啊？你妈妈呢？你妈妈呢？我给你妈打电话啊！这么晚了也不哎，这么晚了也不着家。肉蛋，你妈妈呢？嗯？你妈妈呢？你妈去哪儿玩去了？怀疑了很久，等待了很久，昏睡了很久。清醒的时候，却还没找到忘记的理由。不想再去关心爱是什么，幸福总来了又走。思绪永远停在分岔的路口。你像风吹着云朵，我像雨跟着你坠落，不知道哪里是尽头，能让爱缓缓地降落，来不及再抓住你给的温柔。
你电话？不是你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接电话你还看呀？喂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昨晚给你打1宿电话你都关机。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不会跟人打架了吧？别提了，出师未捷。这小子怎么都不肯搬，差点跟人打起来。不肯搬？为什么？不会又因为墙上有点小划痕跟人计较钱的事儿吧？不是，我有那么斤斤计较吗？哎呀，我们俩遇到黑中介了，现在他的合同是2年，我的合同是1年，我们俩就这么僵持着，谁都不肯让步，你说怎么办呀？啊？这种事儿都能碰上？哇，那你这创业之路可够艰辛的呀！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呀？我就跟他耗着呗，就不信我耗不走他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昨天晚上在他家睡了1宿，不是，就是在他家门口，我这趴着睡了1宿，我这脖子到现在疼呢。我就不信，就我这功夫还把他弄不走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要不是拍古装戏，长贵不起啊！而且我说句公道话啊，你有理，人家也没错，合同还有1年到期，不是？人这1年不掰，你打算在门口蹲1年？再说了，开公司什么最重要呀？客户。明知道是场持久战，咱就得曲线救国，对吧？你有功夫跟他耗着，你还不如赶紧去找客户，先把钱赚了再说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个说的还挺有道理，你聪明啊！嗨，你就甭夸我了，你这人啊，就是轴。要碰到一个比你更轴的，咱就得绕着弯走。行了，知道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继续跑了啊！拜拜了您嘞。谢谢你昨天给我盖毯子。洋洋，赶快去刷牙洗脸啊！要不是衣服扣子开了。哎，你没事儿，不还有几个呢吗？凑合穿着吧。阿姨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我们家了？哦，对，我过来看看你跟你爸过得好不好。哦。哎，洋洋，去拿个别针去吧，我给你别上。来，这个我放沙发上去。哦。我跟你说一声啊，我现在回去，但不代表我就因此放弃了。你这个家呀，搬也得搬，不搬也得搬。我就在这耗着，反正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，大不了我每天都来，看你还搬不搬。我也给你撂个底子，这家我肯定不会搬。你有合同，我也有合同啊。你要真想这么赖着呀，那你耗，大不了我管顿早餐无所谓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干嘛呢？你拎个箱子干嘛呀？姐姐，你是想让我们俩搬走，对吗？那你可以别为难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张某，只要有你在，麦当劳、地下通道我都能睡。好，洋洋，阿姨不是来轰我们走的，对吧？阿姨刚不是说了吗？就是来看看你们。你的扣子怎么掉了呀？有没有针线？阿姨给你缝上。有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张洋洋。啊，那以前你的扣子开了，怎么办啊？那就拿那个别针别上去就好了。啊，别针？多危险呀！那扎着你怎么办啊？哎，我说你不是时尚圈的吗？你怎么连扣子都不会缝啊？大老爷们儿谁没事天天缝扣子呀？这话说的。姐姐，那我们还搬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让你搬家了？那你以后还能经常来找我玩吗？你想让我来找你玩吗？
如果你还欢迎我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来看。好了，谢谢姐姐。不客气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，把这个收好啊。好。吃点早餐再走。不用了，我就回去了。我在这儿也耗了这么长时间，很累。啊，洋洋，你先吃早饭，我送阿姨啊。何小姐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本意是不会改的，刚刚是因为孩子在那儿，所以才没有那么讲。但一码归一码，我也肯定不会搬走的。你还没你家孩子懂事呢。孩子懂事也是我教的呀。快吃饭啊！我换个衣服送你上学。别慌啊，听着。哎，我说你们孩子哪来的那么多心眼儿啊？我们老师说了，如果在街上遇到坏人，要学会智取，不能硬碰硬。人家那阿姨也算不上什么坏人，不是还给你钉扣子来着吗？虽然她不是坏人，可她是女人啊。妈妈说女人心最软。还有张宝，以后这种事就别瞒着我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和你一起分担一些困难了。对不起啊，爸爸没能照顾好你。没关系，我自己能照顾好我的，还有我也能照顾好你的。等我一下，换个衣服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过来啊！哎，我说你真把我这儿当旅馆了是吧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把钥匙还给我。哎，不是你先别跟我说这个啊！我问你，昨晚上干嘛去了？你说你一女的大晚上不着家，打电话关机，发微信也不回，你想干嘛呀？上回喝多了不回家，说是因为工作，这回呢又因为什么呀？我是成年人好吗？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用得着你管呀？再说你是我什么人？我是你什么人我也得管你，你再成年也是一女的。你别说我，那你呢？你昨天去哪儿了？哎，我给你发信息打电话你也没回好吗？老实交点。我开会啊，你开会你不关手机啊？再说了，我这开完会不就过来找你了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看，这不租房合同吗？你给我看这干嘛呀？我就想问你，当时怎么租的呀？你租了几年？2年啊，这不是写着呢吗？好好看看。哎，不是这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怎么回事？我问谁去啊？我说罗师傅，你做的什么事情能不能走走心用脑啊？你开飞机也这样啊？你现在被人中介卖了，还跟人数钱呢。人家那租房的人说了，交2年的钱，咱们就收了1年的。现在人家抓着把柄不肯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这帮孙子木啊，是吧？周大，你等着，你爹去灭了他们去。你去吧，你要能找到他们，我俩跟你姓。哎，不是你跟这儿住的好好的，你惦记这房子干嘛呀？怎么着，这房子到期了？到期没事啊，你先搬我那儿去啊，最多也就1年时间嘛。等这合同到期了以后，你再搬过去嘛。哎呀，我不是住，房子我有用。房子除了住还能干嘛呀？你想改个洗浴中心啊？差不多吧。啊？
我呢要自立门户，准备开个婚庆公司。什么？我要开公司。贾总，哦，贾总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您甭跟我来这套，真要拿我当家总的话，上回开会怎么不叫我呀？你不是忙着开你的威士忌酒吧吗？我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耽误了你家总的大事儿吧？是，开会是真没什么意思。但是我今天不是要来跟您聊这个的。不聊这个，聊什么呀？咱俩聊聊张猛。公司不再跟张猛续约的事儿，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现在新人这么多，我们干嘛把时间跟精力放在一个已经过气的模特身上呢？您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。他可是第一个登上米兰时装周的中国男模。所以呢，他最红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珍惜，他跑去生孩子了。就算他走不了秀，当不了模特，他可以干别的呀，他可以跟我一样转行当模特经纪啊。哎，我知道，你跟张猛呢是同一波出来的，你替他考虑我可以理解。可是张猛的模特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我想这个你比谁都清楚。公司到现在才跟他解约，已经仁至义尽了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到现在都没有给张猛打电话，就是考虑到你跟他的面子。我觉得你们俩走得比较近，这事儿你就说比较合适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到时候见吧。啊，拜拜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你不同意怎么了？你说你一大把年纪了，你瞎折腾什么呀？啊？你以为这开公司跟开会似的啊？找个地儿传一帮人，嘚啵两句就完了？那里面难的事儿多了，你懂吗你？我不懂可以学，不是什么事情生来就会的。哎，那我开始干婚庆的时候，我不也什么都不会吗？现在照样混得风生水起。拉倒吧，那是你们老板公司做的大啊，品牌效应，懂不懂？哎，我说罗成，是不是我干什么事儿你都觉得我干不好啊？你是不是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我呀？没有啊，我没那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女人到了你这个年纪啊，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啊，少作啊。作？我作吗？啊，你话意思，买菜做饭带孩子养狗就是踏实，是不是？是谁规定女人到了年纪就得结婚生孩子呀？是谁规定女人就得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啊？那你换。你甭给我扯这个啊！人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规矩，是你这一句两句能破得了的吗？得了吧，收起你的旧思想好吗？你这叫大男子主义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以前这些男人都喜欢贤良淑德，现在怎么就喜欢丰乳肥臀了？我喜欢呀，但我上哪儿找去呀？啊，现在哪个女的还贤良淑德呀？你贤良淑德吗？我哪儿不贤良淑德了？哎，
就算我不贤良淑德，也是被你们这些男人逼的。啊，女人得能挣钱，还得顾及你们的感受，不能挣太多钱。女人呢要有事业，但是要照顾家庭，所以不能太专注于事业。你们男人拯救银河了，凭什么好事都让你们给捞着了呢？反正我就是不同意，是吧，你说了不算。罗大爷，哎，别再跟我掰扯了，不想跟你吵架。哎，你说我们俩怎么在一起老吵架呀？这得问你啊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对了啊，把钥匙还回来。不是，我这还给你买礼物呢。何大爷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不说声谢谢也就罢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呀？你不来烦我，我就算谢谢你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一直瞒着我呢？哎，你这有了新欢就忘了我这旧爱了是吧？你就不信我也找一新欢去？找去，最好呀，今天晚上就住在你新欢那儿，别再来烦我了，是吧？我们俩今晚上睡啊。喂，啊，哪儿呢？哦，家呢。嗨，没事，我就是想你了。行，那我一会儿找你去啊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我今儿晚上不住他那儿，我都跟你姓。行啊。谁啊？拿着。就知道你这么晚还没有睡，所以我与你共饮一杯来。哎，来，快！我跟你说，这酒我可存了好长时间了啊。今天我心情特别好，与你分享，怎么样？够朋友吧？你心情再好，你来之前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吧。这都几点了，你大晚上来一姑娘家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又不是没来过。再说了，你忘了？啊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你要陪我一起玩的呀。干杯！好家伙，快尝尝！哎，有你这么喝酒的吗？一口这么大一杯，几杯下去就没了，你这叫跟我分享啊？我最烦那种品酒的了，这抿一口在嘴里面咂吧，能咂不出什么味儿来了呀？人生不要太矫情啊！这有好酒就喝，有好肉就吃，是吧？尤其你们这些女的，明明那些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非得让我们男的跟品酒似的那儿猜来猜去，有劲吗？来，喝酒。我看你可不像心情好的样子啊！你不喜欢品酒，我还不喜欢品你呢。有什么不痛快直接说，是不是在你前妻那被怼了？什么前期后期的？这么开心的时候能不提他吗？哎，别给糟践这么贵的酒！弄这撒什么酒疯呢？有话直说，单纯想发疯，赶紧给我滚！哎，你甭坚持了，赶紧给我滚！哎，干嘛去？哎，有话你好好说，你干嘛动手动脚？你干去哪儿去？哎，把脸洗干净了，清醒了再跟我说话。哎，刘子，这浴室对于女孩来说挺私密一地儿，你把我扔进来，你想干嘛呀？你想干嘛，我就想干嘛。行，你别后悔啊！今儿我不洗干净，如果你怨我不是一男的。我去，还真洗上了。
干嘛呢？你混蛋吗？想不开就别把姿态在我眼前摇摆。干嘛呢？你混蛋吗？想不开就别把姿态在我眼前摇摆，放不开感情要直白，不喜欢就坦白，别用你的青春浪费对我的期待。还有什么感慨？说完我们 say goodbye。是谁爱得太快，寂寞难耐，分开不分开。是谁太惹人爱，这个时代明白不明白？男生女生是什么招牌？小丹，小丹。哎，你干嘛要打我们？给你闭上！你都不怕？你让你干啥？我没听到！你听我解释！听我解释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快！我没洗澡。神经病！我没洗澡呀。哎，这好看哎！哎，这好看哎！我去，还得抢吗？这么多人买！哎，我正在为你打个电话呢。哎呀，自己不也有手机吗？非得拿我的打？打完没有啊？这我手机也没坏呀。你说我把信息放在网上，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？哎呀，公司刚开战很正常。我爸刚开公司那会儿，我记得头1年穷的都快光屁股了。后来怎么着，不照样富得流油吗？我哪有1年的时间耗啊！我现在这1个月我都嫌多，简直就是度日如年。再说了，这性质能一样吗？你爸穷1年，赚1笔够他一辈子，我这赚1笔呢，那就几个月的温饱。再说我现在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。哎，我怎么发现你创业之后智商明显下降啊？你说这客户是在家里等就能等得着的吗？那咱们这工作性质和别的行业不一样，那我总不能啊上街上去拉个人就问：“你好，你要结婚吗？”这不有病吗？唉，你说我的人生怎么这么惨呀？老何啊，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啊！你在我心目中可一直都是永远不会向命运低头的人。那网上不都说了吗？别低头，啪，皇冠会掉的。放心吧，老娘就是头倒过来，我这皇冠也是稳稳的。哎呀，拿，喝口咖啡提提神儿。这放这么多糖不嫌齁得慌呀？这人生就像喝咖啡，你要是觉得苦，
那就多放点糖。可是糖放多了，也就不是这个味儿了，有苦也带点甜，这才叫好喝。哎，你这心灵鸡汤啊，说说就行了啊，白白浪费了我咖啡。没浪费。打电话了，接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美味亭的何大爷。啊，对，对，没错。好的，那咱们到时候再见。好。果然糖放多了比较甜，有生意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拜拜啊！哎，等会儿。谈生意得有点派头，拿去。靠谱。走了，走。哎，你给我加满油带回来啊。走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这有点重要的事儿，等一下打给你。大家，蒙哥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啊，不用倒了，不渴。你就让我帮你倒一杯吧，要不我心里更过意不去。
蒙哥，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尽力。嗨，你别这么说，不就是不续约了吗？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了。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说这2年没让公司挣着什么钱，还净给你添麻烦，对不住了啊。你要是这么说，可就太见外了。当时咱们一起接活的时候，什么没见过呀？后来我退得早，当了你经纪人。这些年，你没有让我受过一点委屈，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，我家家都记在心里的。嗨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别提了。再说了，待人接物有礼貌，做人本来就该这样，这道理我儿子都懂。是啊，咱们这行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小孩都明白的道理，有些人就是不明白。嗨，不说这些了，猛哥，你还打算继续干这行吗？如果你打算继续干的话，我这些年积累的人脉不少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以后的事我再想想吧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先谢谢你。谢不谢什么的就别说了。以后只要你需要我帮助的，只要我佳佳能做到，我肯定没二话。谢谢啊，不是，我这等你们半天了，你们不来也没有说一声，你们爽约啊？好的，来。喂，我问你啊，为什么那个你总给我安排一些商场小秀啊？我是要走大秀的人呢，总给我安排这些小秀干什么呀？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那为什么那个小丽可以，我不可以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必须给我安排这个秀，这些小秀我都不能做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你啊？我以为没人呢，按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张小姐，没，我在电梯里。对，刚说哪儿了？哦，我们公司确实新公司资历浅，但不代表我个人能力差呀，对不对？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怎么可能搞砸呀？我办过很多的婚礼，我是很有经验的。喂，张小姐，喂。电梯里没信号。偷听我打电话是吧？遇到你就倒霉啊！喂，张小姐，我刚电梯没信号。喂。这个点不好打车，你要去哪儿我给你捎过去吧。
不行啊，姐们儿，你这大马路上弄一急刹车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？对不起，我是新手。你新手，你在这贴一实习的标志行不行？你这一急刹，我直接怼你车皮上，关键我还得全责，我凭了什么呀？我不是那哥们儿他先停，我管人家干什么？急刹的是你，这我还得负一全责，我凭什么呀？我真是倒了霉了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我真有事儿，我着急上班去。你这，哎呦，要不我给你留一电话号码？你赶紧给我留。我看你这车没事，我不管你了啊，你自己处理，我不管了啊。行，你注意点儿。不好意思。下车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合着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刚才我看你让那些小朋友过马路，还觉得你是个好人呢。啊，合着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还有追尾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车没油了。车没油了？你蒙谁呀？哎，你有没有仪表盘？仪表盘上面是不是写的没油了？满大街都是加油站，你不知道加油啊？还有，别叫我大姐，脸上的褶子比我都多呢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那你说我是不是中了邪了呀？我回回见到你，回回倒霉。你知道我刚才客户为什么没谈成吗？就是因为人家嫌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办公地点，你霸占我的房子，害我丢失客户，害我被追尾，还随意进我的房间。我看你这人一肚子坏水。大姐，何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并不是故意的，要是故意的，我是不是都得入土了呀？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说自个儿是模特。觉得就是无业游民吧？哎，是不是我往那天桥上一站，也能说自个儿是模特？那你说什么呢？你们站住！哎，你见过真正的模特吗？模特怎么了？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你不能贬低我的职业。我们大冬天的在外边面试，在马路上一站就是2、3个小时，你见过吗？我们面试的时候，客户拿我们当商品一样摆来摆去的，你感受过吗？我们工作的时候蹲在马路边吃盒饭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到过吗？是，我们在台上是挺风光的，我们穿的衣服也挺贵的，但是我们脱下那套衣服也是普通人，我们走一场秀还买不了那个袖子。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是普通人，都不容易。你们不容易是吧？你告诉我谁容易？想要在这个城市里好好的生活，就得工作。只要工作，就会受各种各样的委屈。有多少人都是看着别人脸色过活的啊？就你不容易呀！这点委屈你都承受不了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反正呢，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家你必须得搬。没办法，这件事对我来说刻不容缓。我也知道，可能对你来说挺为难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对不起。我搬。7点半，我去签合同。这个不甜。这个，这肯定甜。你喝水。哦。舒阳，我最近有点忙，能不能把洋洋放在你这儿住几天啊？好啊。哦，不会打扰你们吧？啊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洋洋是舒颖的儿子，那我跟洋洋也算半个亲人，对吧？不打扰，你忙你的。行，那就太好了。今天穿这么帅，有工作呀？哦，我最近挺忙的。哎，也不容易，模特圈混这么多年，宝刀未老。有工作忙是好事儿，洋洋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。行，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再坐会儿吧。
啊，不了，那个还有事儿要忙呢。啊，那我送送你。我也送你。听妈妈的话啊。关于被黑中介诈骗合同的解约合同，关于诈骗合同的解约合同，哎呀，这不通顺。解约。把我弄成这样，赌你家索尔算亲的了。哎，万一他回不去家怎么办？回不去家也活该，谁让他打我来着？生气也是应该的哈，万一有个女人为了气他前夫跑我家来睡我也不高兴啊。哎，师傅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什么，我家的锁坏了，你这能修吗？来了。怎么样？我够准时吧？你是房东有钥匙，自己开门进去就行。那不行，我虽然是房东，但是现在你住在这里，就属于你的私人财产。我要是拿着钥匙一进来，那不就成私闯民宅了吗？这法律常识我还是懂的，不要给我下套哈。下什么套？哎，你帮我拿根垫子过来。哎，来，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我准备了个合同。你把这份合同签了，签完之后我就撤。我不是都答应办了，还签什么合同？关于黑中介租赁合同，无效的合同，你这……咱俩之前的合同呢不一致，万一将来你人是搬了，但是你拿那份合同来找我，我找他说理去啊？这是属于消除隐患，赶紧签，签完我就撤。行，这合同我签。其实今天这几个菜我是特意为你做的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感谢你一下。一呢是谢谢你租给我这么好的房子，二呢是谢谢你帮我的孩子缝扣子，三是谢谢你帮我瞒着这个事儿。坐吧。行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哎呀。喝啤酒吧。啊，我不喝。上次跟你喝完，我可长记性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儿子呢？嗨，儿子送到他妈那儿去了。哦，你搬家这事儿，你不跟你儿子说，那他早晚也得知道吧？瞒得住吗？等我找着房子之后再说吧。谢谢啊。洋洋，你爸最近忙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前几天他的月份牌上就一个红圈圈，然后过了几天就满是红圈圈。什么红圈圈啊？就是工作的红圈圈。他只要有工作，就在那天上画成一个圈。哦，他有去学校接你吗？有没有认真给你做饭呀？你这扣子怎么还2个颜色呀？你爸出息了，都会做针线活了。这不是我爸帮我订的。
还以为他出息了，是不是又去找什么隔壁的李阿姨啊、王阿姨帮忙了？不是，这一次啊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阿姨帮我订的。无家可归的阿姨？嗯。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她说我们家就是他们家，催我们搬家来着。搬家？嗯。哦，安排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想办法把那个阿姨给哄走了。她不但没让我们搬家，还帮我钉扣子。那你爸怎么说的？他跟我说对不起吧，可他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儿。没事儿，写作业吧。反正咱俩以后也不可能见面了，我就把你当网友一样诉诉苦。其实我今天失业了。今天我的工作合约正式到期了，所以回来的时候碰到你，态度不是特别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没有，不是，那你这种情况，你为什么还答应搬出去啊？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因为我也知道你肯定也不容易。谁容易啊？都不容易。要不然你给我也拿瓶啤酒吧，我这陪你喝点儿，白水太没劲了。行。哎，你可以先吃着菜，我儿子特别喜欢吃我烧的菜。怎么不吃啊？怕我下毒啊？啊？我不是那种人，还是你怕胖啊？我怕什么胖啊？吃就吃。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是不胖？来。其实我挺羡慕你们女人的，你看你们在外边受了委屈，大哭一场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说我们男人不行啊，我们就是有泪也得忍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病。我这可能是堵住了，还不是怎么，反正就哭不出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，你这是属于那种特别怪的病吧？反正我身上是挺怪的。先天性的。那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啊。何大爷，你不需要结婚，你会幸福的。你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何大爷啊！你会幸福的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想什么嘛？想你的问题啊。那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我刚出生的时候。洋洋，别玩了啊！都9点半了，你明天要上学呢，赶紧洗澡睡觉了。妈妈，你就让我跟王老师多玩一会儿嘛。再玩会儿呗。平时张某都不陪我玩的，而且我今天作业写完早，就再多玩一会儿呗。那怎么行呀？你现在不睡觉，明天就起不来了。起得来，我保证。行了，听妈妈的话啊，现在就洗澡睡觉啊。你要听话，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便衣服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给我
可以给我买我最喜欢的那只大黄蜂啊？可以，走。好。哇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王叔，你帮我洗澡行吗？你让你妈给你洗吧。我是男子汉，我妈妈是女的，爸爸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。那好吧，走。呀，别紧张！啊，洗澡去喽。我知道，在你们人眼里边啊，我这模特的工作特别简单，就穿个衣服、走走路就把钱挣。其实，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大哥，哎，你说你怎么喝点酒这么磨叽？你真的跟我说过好几遍了，那天在路上也说过了。这个职业我做了10年，你知道吗？10年，我每天都坚持健身。这10年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没有吃过一根薯条，没有喝过一口可乐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我真的特别热爱这个职业。当时确实有个机会要去欧洲发展，当时洋洋年纪还小呢，我不想让孩子在童年的时候缺失父亲这个角色。你看网上好多人说什么，父爱如泥石流，山体滑坡，什么话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父爱他要真爱起来，有的时候比你们女人还伟大。你别不信啊。伟大。那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目光短浅的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。男人结了婚以后，确实事业为重挺重要的，但是我觉得更要以家庭为重。而且大家总在抱怨说这个社会对女人要求太高，其实对你们男人要求也不低，对吧？我是想以家庭为重啊，可有什么用啊？你看，孩子他妈不还是跟我离婚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都明白，他不就是嫌我没钱，给不了他想要那种生活吗？嗨，我跟你说这干嘛呀？你给我1周的时间，我找我房子办。干嘛呀？那本合同和笔都给我，快点。还要往里面加条款啊？哎，睡着了。我这还头一次哄孩子呢，就把孩子给哄睡着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还不高兴啊？我的儿子不让我哄睡觉，非得让你哄。你还吃醋了？我才懒得吃醋呢，不哄正好省事儿。你看呐，我把你儿子当成我自己亲儿子似的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多一人疼他爱他。你倒想挺美啊，凭空添一大儿子。哎呀，我这一想啊，这隔壁就睡着我一大儿子，我当然美了我。哎，啊，我得跟你说一事儿啊，以后别给洋洋买那么多玩具了。哎呀，小孩不就喜欢这些东西吗？你买跟我买有什么区别啊？张猛的经济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肯定买不了这么多东西给洋洋。你说这要是让他看见了，他心里得怎么想啊？哎，我说啊，你们俩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，
你还干嘛什么事儿都替他着想啊？还有啊，就说咱俩结婚那天，就让他多喝几杯酒，看把你给不乐意的。咱俩到底谁在那吃醋呢？啊，我怎么隔着8条街都闻着酸味儿了？甲方使用楼下，乙方使用楼上。那我是甲方还是乙方？你是乙方呀。这么些年我可当够了乙方了，我也当回甲方过过瘾。那你这合同对乙方也太不公平了。那2楼只能睡觉，那1楼我也得用啊。我知道啊，你每天怎么着也得经过这儿吧？哎呀，给我。1楼呢，我准备装修变成我的工作室；2楼你住着。但是这个工作室的装修费用，咱们必须得2-8分。我也得出钱。当然了。凭什么？那是你的工作室。哎，我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难道你不赏心悦目呀？还有我的这些设施，难道你不实用吗？那你刚才不是说不让我用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用了？你看啊，你的这个问题呢，就在这一条：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为甲方的工作时间，也就是我的。在此时间内，乙方禁止使用1楼的空间。所以啊，你闲着没事干，别瞎溜达，听到吗？你看啊，每天晚上6点以后归乙方随意支配。所以就是6点以后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，我不干涉你，行吧？我觉得这条没问题，但是第1条有待商榷。什么叫有待商榷呀？你2，我可是8，我已经够大方了吧？别给我讨价还价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你现在手头上有点紧，就先欠着。回头你走的时候，我可以从你那个房费里头扣出来，对吧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，没得商量。再看这条，乙方可以在甲方屋内居住3个月（括弧暂定）。这个暂定的意思就是你呢表现得好就可以住人，如果表现得不好的话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扫地出门。然后乙方搬出甲方房屋时，甲方返还了乙方1年房租，就等于是让你白住3个月啊，高兴吧？哎，好了，不用客气了，大恩不言谢，走一个。我有疑问，说，还是刚才那个问题。那既然你只让我住3个月，那我凭什么要给你承担这个装修费啊？我都让你免费住3个月了，我要返还你1年的房租，就相当于这3个月你白住了。你都白住了，你就不能交一点点那个装修的费用啊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你就合着变相的把我这3个月房租给扣了呗？算账算的还挺快啊，1码归1码，签不签？该签了。哎，师傅，这换了新锁，是不是就只能拿新钥匙开门了？这不废话吗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好了，钥匙锁好。
好，没事。哎呀，我给你3天时间啊，大后天早晨我来检查，你把这儿都给我收拾好了，我就开始装修了。哎，万一我来的时候没有收拾干净，我可全都要扔掉了哈。行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合同啊？心疼你儿子呗，我觉得小小年纪就居无定所的，对他成长不好。谢谢啊。哎，感谢的话你不用说了，反正我觉得咱俩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，都不容易，这点善心我还是有的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跟我说跟我签合同那个是你前夫是吗？你也离婚了？怎么了？你不也离婚了吗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你就合着变相的把我这3个月房租给扣了呗。算账算的还挺快啊，一码归一码，签不签？该签了。哎，师傅，这换了新锁，是不是只能拿新钥匙开门了？这不废话吗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好了，钥匙锁好。好，没事。哎呀，我给你3天时间啊，大后天早晨我来检查，你把这儿都给我收拾好了，我就开始装修了。哎，万一我来的时候没有收拾干净，我可全都要扔掉了哈。行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合同啊？心疼你儿子呗，我觉得小小年纪就居无定所的，对他成长不好。谢谢啊。哎，感谢的话你不用说了，反正我觉得咱俩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，都不容易，这点善心我还是有的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跟我说跟我签合同那个是你前夫是吗？你也离婚了？怎么了？你不也离婚了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想问问你们因为什么离婚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居委会的呀。不是，我就觉得你前夫跟你离婚肯定是他的问题。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，就是脾气得改改。你跟我说说呗，我怎么改？你真想听啊？当然了，你现在是在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那行，那我就随便说2句啊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。不生气。首先，我觉得你这个人攻击性太强。哎，你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吗？是温柔啊！什么男人能抵挡住女人的温柔啊？你说是不是？接着说。还有，你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倔强、不听劝、不懂得变通的人，对不对？会算命啊，这个都看出来了。算什么命啊！你看那天你在我们家门口一坐就要坐1宿，还不倔？那是我家。哎，你瞧。第3点，太孝顺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哎，先这么多吧，能改的就不错。我跟你讲啊，女人要是能够做到表里如一的话，特别讨人喜欢。你吧，心地肯定是特别善良，但是你的外表太冷漠，容易让人误会，尤其是男人。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。你刚刚说的这些问题都困扰我好多年了。
怎么这么和一针见血呀？说，接着说。不说了。说呀，你这吧嗒吧嗒的，不是说的挺好的吗？给你点阳光就灿烂，是不是？我离不离婚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脾气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平时上不上网啊？没看网上写着吗？女人说没事儿就是有事儿，女人说没生气就是气炸了，懂吗你？怪不得你老婆跟你离婚呢。你说不生气？我告诉你啊，后天早上一早，我来收房。哎，不是大后天吗？你刚才不是说我脾气倔不会变通吗？那我就编一个给你看看呀。喝点酒还真当我好朋友嘞。早知道不说了。死变态，你还敢来？哦。哎，别跟我装啊，我没使劲啊！哎，醒醒！哎呦，姑娘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我把他给打了。这人谁呀？需要报警吗？哎，不用，我男朋友。你这锁好像你男朋友帮你换过了，刚才折腾老半天呢。哎，您先回去休息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不是这干嘛？哎，不是有话好好说，你先给我松开啊！给我松开！五大三粗的，我不捆着你，我治得了你吗？我报警了，我！你报警？我上回说什么来着？我要再见到你，我就报警！不把我话当话是吧？还敢直接换我们家锁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你啊！不是，哎，我换你家锁，我换你家锁是因为我把你家锁芯给堵了，我不是给你过来等你回来了吗？你别打了！你先堵我们家锁，再换我们家锁，你还把自己当雷锋了是不是？我看你啊，就是个大变态！我今儿先把你打残了，然后把你送到警察局，不为我，也为大街上那些良家妇女们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我堵你家锁，我不都知道错了吗？我都回来给你个，你不是好人心，你不。我发现你这人真是会偷换概念啊！还以为自己做好事呢是吗？你呀，就是个大变态！我直接打死我！你要是觉得打我你输了，你就打死我！来，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打！我真不知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，但是我实话告诉你啊，那天我真没洗澡，我也没那意思。我那天我就是心情特不好。你要是觉得我哪句话说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这干嘛呀？这是。我前妻外面有人了，我心里特难受。真是干嘛的？你不也说你前妻吗？外面有人那应该的，生活浪潮必定会推他往前走。你不也没闲着吗？12星座姑娘，你不也收集齐？能一样吗？我收集那些姑娘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动过花花肠子。我就是想边收集边等着她。这谁知道，我这等着，她倒把别人等来了。我这些话我也不知道跟谁说去。我本来想那天到你家来发发牢骚、发发疯也就算了，谁知道还让你给误会。这些话干嘛不直接跟他说呀？
说不定说出来你们俩还能破镜重圆呢。说不说，我这机会都等于零。我现在不说，我好歹还能在他身边默默的守护着。我这万一要说了，我这兴许连面都见不着了。那你干嘛跟我说呀？就因为咱俩不熟，觉得说了也无所谓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真拿你当朋友了。能那么说话的人也不多。巧了，我也没什么朋友。我算你朋友吗？脑袋好点了吗？好点了吗？难怪你没朋友，你朋友都被你打死了吧？跟你做朋友也太危险了，一会儿瓶子一会儿就是棒子的，你当我金刚葫芦娃呀？不过没事，你这一棒子算是把我打清醒了，没事了。我要上厕所。哎，怎么不给我插着这个呢？我要上厕所。你怎么还骑在叔叔脖子上去了？哎呀，叔叔让我骑的。没事没事，来进来，你快下来，快下！哎，没事儿。让你骑就骑呀，没大没小的。来，进来。哎，小孩嘛就这样，就爱玩这个。来进来。哦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待会儿就走吧。不，我本来想让洋洋在这把饭吃完了，然后我把他送回去。啊，不用，你看洋洋这2天肯定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哪好意思再让你单独送一趟啊？哎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没有，我们俩随便聊聊啊。哦，我接洋洋回去。吃了饭再走吧。不用了，你今天时间还早呢，我带洋洋回去自己做点，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洋洋，快回家了。啊，那我给他收一下东西。哦，行。你看这话说的太见外了，添什么麻烦呀？这几天啊，我跟洋洋处的可好，我觉得这孩子跟我亲儿子似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就是说，其实我挺喜欢孩子的。哇，哪能啊？你看你们把洋洋照顾得这么好，谢谢你们还来不及呢。啊，对，洋洋跟我说你走秀的时候特别帅啊，哪天你再走秀，你让我也见识见识。哦，好。海涛，过来帮下忙。哎，我来。哎，怎么还有箱子呀？他来的时候不就一个书包吗？给洋洋买的玩具，书包装不下了。你给他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我给我儿子买点玩具、衣服怎么了？那孩子那么小，要什么给买什么，都给惯坏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儿子懂事着呢，惯不坏。哎，洋洋，穿上衣服走了。哦，来，跟我吧。不，我送你一下。啊，行。洋洋，快点啊！没穿上。哦，好了。今儿外边有点凉，系上。王老师，要不咱俩再打一架？再来一个，我使劲大的，来跟我吧。来了啊！哎，我怎么听洋洋说前几天有个女的让你们搬家呀？怎么回事？哦，那是房东，没事儿。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出了点问题，他那边是1年，我这是2年，其实就遇到黑中介，已经解决了，放心吧。哎，我话说前头啊，我当初把洋洋放你那儿，是因为我觉得他跟着你比跟着我踏实快乐。你要是管不好他，那我就把他接回来。怎么管不好？我管得挺好的，放心吧。再说你这刚新婚也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海涛特别喜欢洋洋。再说了，
我是洋洋的亲妈，我要把她接回来，谁还能拦得住我呀？王叔叔，我走了之后，我还能来找你玩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那你有空，你能不能来找我玩啊？好的，我答应你啊。耶耶耶耶耶！洋洋，好了。他每天那个车灯都拿着这个。王叔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好嘞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一开始不是跟洋洋玩的挺好的吗？怎么张猛一来，你都语无伦次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觉得人亲爹来了，看着我跟他们儿子玩的那么好，我怕张猛这心里边不舒服。他可没那么敏感，你跟他儿子玩的好，开心还来得及呢。道理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！你想啊，如果说我带着个孩子跟你结了婚，你跟我儿子玩的那么高兴啊，孩子他亲妈来了，我前妻来了，你尴尬不尴尬？还挺通情达理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这不是亲生的，要是亲生的多好啊！我是想怎么疼就怎么疼，想怎么爱就怎么爱，我还用看谁脸色？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呀？我就觉得吧，毕竟这孩子不是亲生的，对吧？你说我喜欢他吧，不太对；我不喜欢他吧，那更不对。所以说这分寸吧，挺难拿捏的。那你就慢慢拿捏，反正呢，咱们时间有的是，日子还长着呢。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呢，那怎么着？大不了咱把洋洋接回来，咱俩养。可是，但是洋洋他毕竟他不是咱俩亲生的嘛。再说，洋洋跟他爸关系那么好，你说咱把洋洋接到咱们这边来养，那不生生的把人家爷俩给拆散了？不，我没有说不同意你把洋洋接过来咱们养，是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洋洋虽然不是你亲生的，但他是我亲生的呀。你就当他是你亲生的，多给自己洗洗脑就行了。行，不说了，咱吃饭吧。太凉了，我热热去。这事儿真是能洗脑洗过来的吗？东西够全的呀，都是你妈给你买的。回头我得说说她，太惯着你了，整天玩这些还学不学习？这不是妈妈给我买的，是王叔叔送的。他还给我买了一大套冰淇淋呢，有擎天柱、大黄蜂、救护车，还有铁皮。洋洋，爸爸得好好说说你了。你去之前，爸爸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不能随便跟王叔叔要东西。我没有，王叔叔主动给我买的。他主动给你买的，你也不能要，你就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。为什么不能要啊？你们老师没教过你啊？你就不能随便要陌生人的东西。那王叔叔又不是陌生人了。他不是陌生人，那我是陌生人啊。对不起，洋洋，爸爸最近可能太忙了，心情不太好。
洋洋，咱就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，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自尊，你懂吗？自尊是什么？很贵吗？能买变形金刚吗？自尊是不可以用钱去衡量的。我们身为男子汉，要真想要什么东西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自己赚钱去买。你不能等着别人送或者跟别人要。那我还没有到赚钱的年龄啊。之前你说做家务可以赚钱，洗一次碗1块钱，擦一次桌子1块钱，洗一次袜子1块钱。可是我都干了，你从来没有给我钱。哎，你个小孩子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又不是没管你吃，没管你喝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身为男子汉，要自己赚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可是我劳动了，你也没有给我钱，那我怎么买我自己喜欢的变形金刚啊？那变形金刚，你就知道变形金刚。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得把你拉扯大，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套变形金刚的钱吗？要不你以后别吃饭了，都给你买变形金刚，行了吧？拿去，你不想开公司吗？别的忙我也帮不上，这钱呀就当我赞助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用了啊？真不用了。不是，你这创业初期你肯定得用钱呀，你总得租一办公室吧？之前那房子不是用不了了吗？哎，这事儿也怪我啊，所以呢，这钱都要我道歉了，你拿去租一办公室啊。房子问题呢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怎么解决的？你租哪儿了？你这可是一个婚庆公司啊，你不能租一个什么鸟不拉屎的地儿啊！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我跟那个租客说好了，以后呢我就在1楼办公，他呀住2楼，白天他不下来，这样啊，他3个月一到期以后就可以搬走了。不行，有什么不行的？哎呀，不是，那租客是一男的吧？好像还是一模特，他们那圈可乱啊！你们这孤男寡女的，不行。谁能有你乱呀？不是何大爷，什么意思呀？我这是关心你、保护你。再说那房子那么点大，无端端多出一人来，你不膈应啊你？再膈应那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。不要因为你的生活作风差，就看谁都不顺眼。人家带着孩子呢。带着孩子？一个人带啊？离过婚啊？那更不行了。你想你们2个离异的啊，相互安慰，相互取暖。这万一一时冲动，干柴烈火，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。罗畅，哎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见女人就走中道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哎，你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个时间啊，好像差不多。哎，你今天飞哪儿啊？以后你再飞啊，你别再给我买什么礼物了，真的。大爷，你听我说，来不及了，拜拜。不是，哎，我不同意啊！你不同意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，再见。我不同意。哎，我说大姐，你马上都要当副总经理了，你怎么精神状态这么差呀？可真逗，一共就俩人，一个总经理，一个副总经理，我连个发号施令的权利都没有。哎呀，很快我们公司规模就会扩大的，待会儿全招的是人啊，你随便管。我不想当什么副总经理，想睡觉，想嫁人。嫁人？年纪轻轻的嫁什么人？怎么了？你的志愿是事业有成，我的志愿就是想早点嫁人。道不同，终点相同，都是奔着好好过日子去的。你不能剥夺我选择人生自由。行，你下次再想嫁人的时候，你把那妆卸了，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嫁不出去了。还有，你看看你的银行存款，我帮你精神抖擞。何大爷，你怎么这么负能量啊？小心楼梯啊！怎么连个电梯都没有啊？爬不了几步路，就当锻炼了。好沉啊！哎，到了。哎呦喂！开门！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开门！你奶奶。啊！
了干嘛？快帮他接下箱子呀！一点都不绅士。这不是那个。这1楼给你收拾出来了啊，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。哎，这才几点你们就来？来了也不带钥匙，是不是房东？我有钥匙，我是故意敲门进来的，我就怕你衣不遮体。果不其然，这样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们公司呢全是女性，你穿成这样有害社会风气，伤风败俗，你知道吗？下次把衣服穿好。不会不会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我觉得我们公司员工都会特别欢迎。嗨，帅哥。哎，你们公司不就你们2个人吗2个人你也把衣服穿好了，辣眼睛，你知道吗？行啊你，学会金屋藏娇了，春宵一夜念念不忘，这说什么呢？别以为我认不出来啊，他不就疏影婚礼上那个烟熏妆吗？我当时还挺愧疚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没想到我成就了一段情缘啊！哎呀，什么情缘，孽缘还差不多。我也没想到，他竟然是我这房子租客，好笑吧？哎，行了，这件事情以后再不许提，再提我掐死你！过来。不是学过设计吗？这屋格局你好好看看啊。今天晚上呢，给我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出来，我明天就找人把这儿收拾收拾。还有啊，要简装，空间利用合理，还不能花太多钱，最主要还必须得有格调啊！辛苦了。你找个专业点的人吧，我那哪叫学呀，半吊子水平。不是，找专业的不花钱呀，咱们公司刚刚开始，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得多着呢，你得使点劲儿啊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义务劳动是吧？当然不是了，啊，你的车不是拿去修了吗？毕竟是我弄花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决定给你全额报销。但是呢，你今天这个设计费给我打一个对折，我也一起算到里头吧。啊！啊，大意啊，你抠门有个限度啊你！哎，我最近啊想推一些化妆品，我不同意，但这个牌子不错哎，我给他钱了，比好多大牌都好用，而且啊，坐月子、孕妇都能用，安全无刺激。哎，这么好！哎，一会儿再说。啊？看，哎呀，先别看你那玩意儿，给你看看我男朋友给我发的信息。哎呀，我就说我这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可把他给急坏了，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，问我好点没？哎，我家那个，我说我感冒了。那家伙直接从浦东过来，药啊都送到咱们公司楼下。哎，我说你跟我这儿分析我这事儿，你跟他瞎嘚啵什么呢？还以为你肯定对女人特别了解呢，看来呀，你还真是不了解女人。哼，我不懂女人，我怎么不懂女人？她缺钱，我送钱，我这不是雪中送炭吗？ No， 这送钱嘛是挺实在的了，但是太粗鲁。你们就是普通朋友，这人跟人之间啊，就怕沾上钱，这一沾啊都变味儿了哈。什么普通朋友？我说他前夫。哎，你自己都说了是前夫，过去式的。这人跟人之间之所以成为前妻跟前夫，不就是因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吗？胡说！我跟我前妻离婚以后相处得很好啊。这相处得再好，也带点恨和不甘心吧。再说嘛，我们女人本来就敏感，容易多想。你得想清楚她真正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，别想不明白就瞎送，否则呀，还不如不送呢。哦，我得想清楚她心底里到底想要什么，对吧？我怎么能想清楚她心底里想要什么呢？她又没告诉我。哎，那你动脑子呀，仔细想想，她现在除了缺钱，她还缺什么？看看，可真够有情有义的啊！这婚都离了，还对人家这么上心，该不会是有什么小想法吧？哎，我跟我前妻现在的相处模式就跟兄弟一样，是什么小心思？哎呦，还兄弟，
我看啊，这就跟妹妹啊、干爹啊是一类型的词嘛。你们两个什么都不懂，不跟你们聊，上厕所去。哎，罗畅，干嘛？看你长得帅，给你提点意见。你那好兄弟陆军不是快结婚了吗？啊？陆军要结婚了？这你都不知道？看看，陆军要结婚那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？你跟陆军啊才是好兄弟。如果他找你帮忙，你没二话。你再看看你跟你前妻，哎呀，整天啊热脸贴冷屁股，还算什么兄弟呀？你看，全公司就你话多。我跟我前妻，跟我跟陆军的那种哥们儿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？所以他不懂啊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刚才跟我说陆军快要结婚了，是吧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哎，没事儿啊，我跟陆军关系好，你早该跟我说，我跟他说说，说不定结不了。老畅，你要是脑子这么迟钝呢，我们也帮不了你喽。孙子，你明儿飞回来以后跟我吃个饭啊，叫上你媳妇儿。你把我叫出来，就为了让我看你丧这个脸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大爷那边怎么着了？怎么着？对他还那么上心呢？挺顺利的，今儿刚去看了办公室，挺好。真打算开公司啊？不废话，女人就得说干就干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过来。我啊，副总经理。哎，就你这样的，迟到早退、好吃懒做当副总经理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义薄云天、见义勇为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我那意思，你都当副总经理了，我这过去怎么着也得混个总监吧？你这话的意思是，你真打算辞了夜叉那边，过来跟我们一起吃苦？只要能陪大爷一起，吃苦也行。我可提醒你啊，就老何那脾气，肯定不能让你来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也别气馁了。只要公司一招人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真的？谢谢啊，一言为定。进来吧。早啊，娘娘。张某！啊！张某！救命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洋洋！喊什么呀？能出什么事啊？刷牙呢。哎，这些人是谁啊？这看不出来吗？这是装修的师傅呀。哎，你装修得跟我说一声吧。我装修这件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现在是甲方的利用空间，我犯得着跟你说吗？那我还出了20%的钱呢，我有知情权啊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到底还装不装了？啊，装，师傅，1楼全都归你啊。咱不是签合同了吗？快来吧。来干活，过来，拆。辛苦了啊。你去那边。我跟你说啊，从今天开始呢，这1楼就要重新装修一遍了，就意味着你很快就有新的家，高兴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件事情呢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，吓着你了啊！我给你买早餐了。你看他干嘛呀？吃吧。哦。阿姨，为什么没有薯条啊？大早上的吃什么薯条啊？有油条不错。哎，
我给你也带份了。这么行。哎，我窗帘怎么弄脏了？大妈，那个阿姨是来赶我们走的吗？我以为上锁营了呢。放心吧，是你养了，那阿姨不是来赶我们走的。那她为什么一大早就来我们家了？是这样的，阿姨要建我们的房子工作，所以以后白天的时候阿姨就在1楼工作，晚上下班她就回家了，不会影响到我们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在我们家工作？因为她想省钱呀。你看那阿姨长得就特别像艰苦朴素的人，所以你以后也要学习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，好不好？你让我艰苦朴素，就是不想给我买玩具，对吗？这是两码事儿，你不要整天老是惦记着玩具什么的。小萌，我们是不是以后每天都要见到那个阿姨啊？那你要记得我告诉你的话，要多说好听的话，要哄着才行。就你这个多，倒是你，以后每天要多讲点礼貌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可比你聪明多了。小萌，这个月快过完了，下个月你还会有很多工作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以后每个月爸爸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走了，爸爸再见。听老师的话啊。师傅，你们待会儿吃点啥呀？我现在叫外卖。那来个鱼香茄子、麻婆豆腐、小炒肉，再来一个青椒土豆丝吧。行行。刷墙呢？啊，这漆没味儿吧？买的最贵的漆。这个菜够吗？够了。行，辛苦了哈。早上好，辛苦了，我给你们带了早餐。来，师傅，辛苦了。好好，谢谢。这还有牛奶啊，可以不放凳子上，师傅来。哎，谢谢。洋洋，我看你的牙膏没了，给你特意买了牙膏。谢谢阿姨，还有早餐。啊，张猛呢？洋洋，放学了。张猛，你这是大阿姨给你带的早餐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行，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你看，好。行，师傅你们也先别干了，来，先吃点吧啊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哎。师傅，你看啊，我昨天发现那个瓷砖呀缺块角，你给我把它填上呗，要不然露着不好看。没事儿，就那么一点儿。我跟你讲，实在是不好弄。你看，就那么一点尺寸吧，就得搞一上午。你找个什么垃圾桶什么的，就给挡住就行了。就是，随便拿个东西挡就完事儿了。哎，不是，师傅来，你呀，吃东西给垫着点啊。不是，你这不早晚不得收拾吗？啊，是，麻烦还是垫一下吧。来，好好好，那我来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辛苦了。这是吃饭的地方吗？你在家也这么吃啊？要吃东西出去吃去。师傅还有这儿，这墙面都没找平你就喷漆啊？这活反光。还有这地条啊，我都看你好几天了，你就是不换，没看着就跳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有孩子，如果划了脚，你给我负责任。
还有你，什么叫麻烦？我看就是懒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今天下午不换好，你们就别想领工钱。真以为家里没男人？愣什么？干活啊！一会儿我下来检查。快点干啊！哟，来了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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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瞧这。不是你小子可以啊，这不声不响就把结婚证领了。哎，要不是别人告诉我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哎，有什么好说的？等到了跟前儿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拿不拿我当兄弟啊？全公司剩下都知道了，我最后一个知道。你觉得合适吗？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吃日本料理吧，你非要吃这个干嘛？我省钱。随便吃点得了啊！日本料理一个人顶咱们这一顿，你那么多钱，烧的。嘿，我说请你了吗？我请人家小玲是吧？哎，你说人家一淑女跟这烟熏火燎的，多不合适啊！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吃什么不是吃啊？能填饱肚子就行了。哎呦，见笑了，我这兄弟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好话他不会好好说，我也特烦他这一点。哎，真的，下次我单独请你吃好吃的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平时啊，陆军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只要跟他在一起，吃什么都行。啊，哎，你看人小林啊，深明大义，温柔似水，陆军，好福气啊！哎，服务员，上菜上菜。